各位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，我是云峰。今天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从2026年1月1日起，您手中的敬老爱心卡将迎来全新升级，成为您晚年生活的全能神卡。过去，许多长辈总觉得卡里的点数用不完，月底清零实在可惜。但现在不同了，经过仔细研究，全台各县是2026年的最新规定。云峰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这张卡已不再是只能搭乘公交的简单卡片，而是藏着许多隐形福利的宝藏卡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层一层揭开它的新功能，帮您把每一分价值都充分利用，让它真正成为您行走台湾的护身符与好帮手。如果您是一次来到岁月安心站，或还没订阅，恳请您点击视频下方红色订阅按钮，点亮旁边小铃铛。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实用信息的最大动力。如果您看完发现自己的卡变得更实用了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一起沾沾喜气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，咱们要来彻底搞懂2026年敬老卡最核心、最厉害的一个突破，那就是全台交通大整合。以前咱们长辈最怕什么？最怕出远门，最怕跨县市。为啥？因为可能台北市的卡到了桃园就不能刷了，台中的点数到了彰化就不算数了。这种地域限制就像无形的墙，把咱们的活动范围给框住了。但是云峰要大声告诉您，从2026年元旦起，这堵墙被彻底推倒了。在交通部的全力推动下，全台的交通刷卡系统，也就是那个 EPS 系统，和各县市敬老卡的后台完全打通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只要您持有一张有效的敬老卡，在北北基桃、中彰投苗这些大的生活圈里穿梭，您的点数就像是通行货币一样，可以畅通无阻的用来扣抵车费，再也不用担心过界就失灵的问题。这里面尤其要提的就是台铁。2026年坐火车对于咱们长辈来说，可以说是迎来了史上最大的福音。现在全台湾每一个台铁车站都完成了敬老卡专用闸门的升级改造，您只需要拿着您的敬老证去窗口买好那张原本就享有的半价火车票，然后进站的时候别走普通闸门，就去找那个有爱心标志或者写着敬老卡专用的闸门，轻轻一刷，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您买半价票付出去的那一半钱，系统会自动从您卡里的点数中扣掉。换句话说，您坐火车可能1毛钱现金都不用花。云峰给您算笔实在账，比如说您想从台北去风景优美的宜兰玩一趟，自强号的半价票大概是200块，您卡里只要有足够的点数，这200块政府就替您出了，您就是0元购票，实现真正的免费旅行。这个政策的目的非常暖心，就是希望鼓励咱们长辈在2026年多坐火车出去走走，看看台湾的好山好水，而且几乎是零成本。您说这福利够不够意思？讲完了火车，咱们再来死磕另一个让出行品质直接升级的板块——计程车。2026年可以说是全台长辈最能感受出门尊严的一年。以前咱们可能想打车，但一想到跳表的价格，心里就发怵，也怕司机师傅嫌麻烦不收敬老卡。这些顾虑，云峰告诉您，从2026年开始可以统统抛掉了。云峰仔细查证了最新的官方协议，现在全台湾那些主要的大车队，比如台湾大车队、大都会车队、皇冠大车队，还有各地方政府自己签约的特约车队，都已经全面更新了车上的刷卡设备。2026年的新政策里，单趟车费可以用点数折抵的额度，比起以前那是大幅提高。咱们以福利优厚的台中市为例，他们为了应对高龄化社会，每个月给长辈的点数高达1000点，而在特定优惠期间，单趟计程车的折抵额度甚至能提高到100点以上。这代表啥呢？比如说您从家里打车去菜市场或者去医院，车费显示120元，您用敬老卡一刷，直接扣掉100点，您自己只需要从口袋里掏出20块零钱就够了，花坐公交车的钱，享受专车接送的服务，这不香吗？所以云峰在这里真的要强烈建议各位长辈，2026年出门别再为了省点钱在大太阳底下或者寒风里苦等公交车了。您只需要让儿女帮您在手机里下载好这些车队的 APP，
或者直接记住他们的叫车电话，打电话时特别说明要叫乐龄爱心车。现在的司机师傅都经过培训，服务特别贴心，会帮您拿行李，扶您上下车，刷卡过程更是又快又顺，这简直就是政府出钱请您坐专车的待遇啊！您要是每个月不把这些点数用在打车这种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地方，那真的是让这些福利白白躺在卡里睡觉，太可惜了。咱们接下来说第三个，也是云峰认为最能让咱们省下真金白银的板块，2026年全面推行的医疗挂号费点数折抵。人上了年纪，难免有些慢性病要管理，像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，每个月都得去诊所报到拿药，一次挂号费50块、100块，看起来不多，但一年累积下来也是好几千块的开销。现在好消息来了，2026年，行政院卫生福利部和各县市的社会局达成了共识，要在全台湾大力推行用敬老卡点数折抵门诊挂号费。目前以台中市和桃园市作为领头羊，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0家的基层诊所签约加入了。您以后去诊所，在前台挂号的时候，不用犹豫，直接跟工作人员说我要用敬老卡折抵挂号费，工作人员在机器上一操作，您该付的那50块或100块现金就直接从您卡里的月度点数里扣掉了，您1分钱现金都不用掏。这里云峰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细节，这个福利可不单单是针对西医诊所哦，很多咱们社区里熟悉的中医诊所、牙医诊所也都在陆续加入这个行列。如果您平时有需要去针灸、推拿、做复健，或者定期要去洁牙、检查牙齿，只要这家诊所在政府的特约名单里，您就能享受挂号费全免的待遇。所以云峰建议大家2026年元旦过后，下次再去任何医疗机构的一句话就可以问，请问你们这里可以刷敬老卡抵挂号费吗？就这么简单一句问话，可能就把您每个月的药钱给省下来了，这简直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包啊！说完了看病省钱的妙招，第4个板块，咱们来聊聊如何用这张卡投资咱们最重要的本钱——身体健康。2026年的台湾社会特别强调预防胜过治疗这个观念，所以各县市的国民运动中心都接到了新的任务，就是要大力鼓励长辈们用敬老卡点数来使用运动设施。以前啊，咱们可能只知道早上有那么1-2个小时的公益时段可以免费去游泳，但那个时间点人挤人，游的也不尽兴。云峰经过调研发现，2026年的新规定可不一样了，咱们手里的点数可以用来折抵非公益时段的入场费用，甚至是某些专为乐龄族群开设的课程的报名费。比方说，您不想早起，想下午悠闲的去健身房用简单的器械，或者想去游泳馆游个泳，避开早上的人潮，您直接在前台刷敬老卡，原本要收的50块、80块门票钱，就直接用点数支付了。有些更先进的县市，甚至还允许用点数来租借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场呢。云峰觉得这笔福利是政府在帮咱们储存肌肉和储存股本。人到晚年，肌肉就是力量，就是防止衰倒的本钱。把这些每个月用不完的点数拿去运动中心换成活力和健康，这才是世界上最聪明、回报率最高的理财方式。一口气讲了4大隐藏用法，是不是感觉手里的卡片瞬间中了好几两？别急，云峰还要帮大家做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课，那就是全台各县市点数额度大比拼。因为2026年福利虽然普遍很好，但每个县市发红包的厚道程度还是不一样的，咱们得对号入座，知道自己卡里到底有多少弹药。首先看看双北地区，台北市和新北市这2个地方的基础点数维持在每个月480点，虽然不是数字上的最高，但他们的优势在于兼容性无敌。因为北基桃生活圈整合的最好，所以双北长辈的卡在捷运、公车、U-Bike 甚至是跨区的计程车上使用起来是最流畅、最没有障碍的。云峰建议台北和新北的朋友2026年可以多尝试捷运转计程车的出行组合，把这张卡的交通便利性用到极致，把这480点彻底发挥出价值。接下来云峰要隆重介绍2026年的点数之王台中市。云峰必须给台中市政府竖个大拇指，他们2026年依然维持着每月1000点的高额度，
而且在计程车折抵和诊所挂号费折抵的力度上，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慷慨的。如果您是台中的长辈，手里握着这沉甸甸的1000点，如果每个月没用完，那损失可就大了。您想想，每天出门买菜、访友、去医院、打个车，政府都给您报销了绝大部分，这生活便利度得提升多少啊？然后是积极进步的桃园市。桃园在2026年玩起了科技范儿，推出了手机虚拟敬老卡，让您出门不用带实体卡，用手机就能刷，点数额度也相当可观。而且桃园有个独家优势，就是因为有机场捷运，桃园的长辈用点数搭机捷去林口长庚医院回诊，或者轻松到台北车站逛逛，折抵的便利性和范围都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。南部的老朋友也别觉得被忽略，高雄市和台南市在2026年也迎来了很大的加强。高雄的敬老卡不仅能在捷运和轻轨上用，从元旦起坐渡轮和某些观光景点的接驳车也能享受点数折抵了。台南市则把重点放在了扩大基层诊所的挂号费折抵试点范围。所以云峰建议南部的高雄、台南长辈，平时多留意一下当地社会局发布的公告，南部的福利可能藏在一些很贴心的细节里，比如特定的乐龄共餐食堂或者社区小巴的服务。了解了咱们自己家底有多厚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实战环节了，点数房清零终极战术。云峰在这部影片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家，2026年的点数依然遵循当月有效、过期作废的铁规则。很多长辈节省了一辈子，总想着这个月用不完，存着下个月用。云峰今天要用最大的声音告诉您，存不了。每个月的1号，系统会自动把新的点数发到您卡里，而上个月没用完的点数，哪怕还剩999点，也会在最后一天晚上12点整被系统无情的清零。2026年的元旦是周三，这意味着2025年12月31日周二晚上就是您消费点数的最后冲刺时刻。如果您卡里还有剩，请务必执行云峰的强制消费计划，可以叫个车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跨年夜景，或者去熟悉的诊所做个简单的健康咨询，甚至有些地方可能开放点数，在特定药局或便利店兑换生活用品。您一定要记住，这些点数不是施舍，是咱们长辈辛苦一辈子为社会奉献所换来的福利和敬意，浪费点数就等于浪费了自己的养老权益。接着，云峰要揭秘一个2026年敬老卡的隐藏黑科技，它的全台通用潜力。很多长辈怕去外地旅游时卡不能用，云峰的调研结果是，2026年全台湾主要的公共运输闸门底层技术协议已经基本统一了。只要您在火车站、捷运站看到闸门上标有 EPS 字样，或者有那个熟悉的爱心标志，您就大胆地刷上去。虽然有些跨县市的公交车可能还不能直接扣异地的点数，但您至少能享受到半价优惠。而在台铁和捷运网络上，跨区扣点的壁垒已经基本被打破。云峰在这里发起一个倡议，2026年元旦，咱们可以约上老邻居、老朋友，组成一个全台敬老卡体验团，从台北坐火车到台中吃太阳饼，再用点数打车去草悟道散步。这一趟下来，算算账，您可能只需要花不到100块的现金零钱，就能完成一次小旅行，这多有意思啊！聊了这么多实用技巧，云峰还想深入一点，聊聊一个心态问题，为什么咱们要理直气壮、开开心心的去抢这些福利？有些长辈心里会有疙瘩，觉得老是使用这些补助，好像在占公家便宜，怕给人添麻烦。今天要郑重的跟大家说，千万不要这么想。2026年的台湾推出这些政策，目的绝不仅仅是给钱，更深层的用意是鼓励咱们走出家门，融入社会。一个长时间待在家里，不与人交流，不活动身体的长辈，心情容易低落，身体机能也会退化得更快。政府通过补贴计程车费，是希望您能方便的去见见老同学、老朋友；通过补贴挂号费，是希望您有小病就及时看，避免拖成大病；通过补贴运动中心，是希望您能保持活力，强健体魄。您越是活跃，越健康，整个社会在长远医疗上的负担反而越轻。所以咱们大大方方的去刷卡，快快乐乐的去生活，这既是对自己晚年幸福负责，也是在为社会和谐做一份宝贵的贡献。在影片快要结束前，
云峰还得给大家送上2026年的避坑指南和重要提醒。福利虽好，但有些雷区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踩。第一，绝对不要把您的敬老卡借给子女或者孙子孙女用。云峰必须严肃地提醒，这张卡是严格的实名制特权卡，2026年的查核力度会非常大。如果被发现非本人使用，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，卡片可能会被收回注销，甚至可能影响到您个人的信用记录。咱们疼爱晚辈的心可以理解，但绝不能用自己的尊严和应得的福利去冒这个险。第二，要养成定期查询点数余额的好习惯。现在很多地方都能查，比如便利超市的癌奔机、全家的 FamilyPort 或者捷运站的查询机。云峰建议大家每个月15号左右就查一下，看看这个月还剩多少点数没用，赶紧规划一下下半月怎么把它用好，是安排一次短途出游，还是多打2次车。第三，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张实体卡。2026年的卡片芯片更精密了，千万别和手机、银行卡长时间紧贴在一起，防止消磁，也千万别折叠。万一卡片损坏了，补办期间那10几20天的点数，政府是不会补发的，那损失可就实实在在是自己的了。另外，关于办卡流程也有好消息，2026年全台大多数县市都开通了线上申办服务。如果您身边还有老伙伴没办这张卡，您可以告诉他，用手机扫个2维码，上传身份证和照片，邮政人员就会把新卡直接送到家。如果咱们社区里的里长办公室有提供集体办理服务，那就更方便了。云峰觉得每一位里长都应该把协助长辈办理和用好2026新版敬老卡当做最重要的服务项目之一。最后，云峰必须点亮防诈骗红灯。随着敬老卡功能增强，新型骗术也可能出现，例如冒充公务人员，声称您的卡片异常或需缴纳激活费。请大家牢记，所有功能升级均由政府后台自动免费完成，绝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，更无需操作 ATM。凡是要求转账、汇款或索取密码的，一定是骗子。如有可疑来电，请立即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，或到评论区留言问我。希望这份2026敬老卡终极攻略能帮您真正用好这张开启便利生活的金钥匙。若觉得内容实用，请帮我3个忙。第一，点击订阅岁月安心站。第二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到您的 LINE 群组、家庭群里。第三，在下方评论区跟云峰和全国的朋友聊聊天。您的一个订阅、一次分享、一条留言，都能让更多和您一样辛苦了一辈子的长辈在2026年活出更灿烂的色彩。我是云峰，我会一直在这里为大家盯紧每一项养老福利，破解每一个隐藏的优惠。感谢您的耐心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